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年会上，本该轮到我上台官宣恋情的时，妻子的白月光却突然当众向他求婚。妻子不但没有拒绝，反倒笑得花枝乱颤，提拔他为新任的部门主管。公司上下全体员工都在为他的爱情尖叫。旁边人见我没有反应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刘助理，你跟了总裁9年，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啊？”我笑着走上台，摘下结婚戒指丢给他。求婚怎么能不准备戒指呢？诺，送你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刘助理，你这身西服不会是专门定制的吧？有着内部消息不告诉我们，不厚道啊！办公室内，同事们笑着调侃我，可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和陈曦结婚9年，他一直拒绝公开，直到前2天，我为公司谈下价值3亿的项目后，他才允许我在年终表彰大会上公开关系。结婚后，我工资全部上交。这件衣服是我为了公开时能配得上它，攒了半年私房钱才买的。为了这次公开，我紧张的整宿睡不着，满怀期待的候着这一刻，却没想到竟给别人做了嫁衣。我不怒反笑，带头鼓掌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其他员工还以为这是陈曦的指示，跟着大声欢呼。一时间，原本甜蜜的2人此刻尴尬极了。妻子的新欢苏凛叶慌张起身，猛地拉住我的手：“刘哥，你听我解释。”他话才说到一半，忽然开始大喘气，呼吸不上来。陈曦顿时慌了：“凛叶这是哮喘发作了，刘明你马上安排车送他去医院。”求婚秒变闹剧，人群蜂拥散去。我指挥着几个同事一起将苏凛叶抬上了车。陈曦焦急地为昏迷的苏凛叶擦汗，那紧张兮兮的模样，仿佛这才是她的丈夫。而躺着的苏凛叶眼皮一动一动的，明显是在装晕。我懒得拆穿，她半分都没看出来，倒是转身将戒指丢给我，没好脸色的训斥：“年会上人这么多，你不该闹事的。”她有哮喘，受不得刺激。以往只要和苏凛叶相关的事，我们都吵得不可开交，更何况这次陈曦答应我的公开都被苏凛叶破坏了。我只是祝福他们，他却怪我胡闹。换作平时，我早发脾气了，可现在我满脑子都是陈曦娇羞答应苏凛叶求婚的模样。9年的婚姻过成这样，我真的累了。我淡淡开口：“知道了。”陈曦颇为诧异地望向我，语气也难得柔和下来：“凛叶她生病了，我是为了照顾病人，所以才顺着她的。就算苏凛叶是生病，照顾她的职责也轮不到陈曦这个外人头上。可陈曦却把我当傻子对待，总拿这个借口搪塞我。起初我还真的相信了，认为她只是好心肠。”我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建筑，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似乎也随着一起离去。作为他的助理，我承担他大大小小所有琐事，饮食极其不规律。有次我胃病犯了，痛到满头大汗，脸色惨白，可他却冷漠无比地打翻了我的胃药，那厌恶的表情深深烙印在我脑中。凛叶的哮喘是从娘胎里带出的毛病，我不过对她多照顾了些，你至于装病争宠吗？我跪在地上，一点点捡着药片吞下腹，胃绞痛都盖不过她给我带来的伤痛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她哪是什么好心肠，不过是春心萌动。我明白，在她看不到的角度里，我拿着手机给国外公司的老总发消息：“我接受这份工作。”对面秒回：“好好好，住所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什么时候来通知我一声，我去机场接你。明天。”为了守着陈曦，
我放弃了自己的前途。如今我累了，不想守了，往后余生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见我一言不发地拿着手机，陈曦皱着眉头冷哼道：“凛夜都病发了，你还有心情闲聊？高级病房已经预定好了。”我头也没回，直接买好了机票。戒指被我随手丢在座位上，孤零零的，就像个小丑一般。车里瞬间寂静下来。陈曦哑然，以为误会了我，尴尬地说要给我报销，等凛夜病好了些，我们再公开，免得刺激了他。手机一声震动，我点开一看，陈曦给我转了10万，我收都懒得收，更何况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下次了。我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硕大的房间只有一片死寂，不过我早就习惯了。我默默地收拾东西，给老爹打了个电话过去，让他也准备好，毕竟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。首饰盒里琳琅满目，只有个破旧的小手表是属于我的。10年前，我和陈曦还在恋爱阶段，他用全身上下仅有的100给我买的手表，为此我十分感动，果断放弃各大公司的工作邀约，陪他白手起家，心甘情愿做他的小助理。自那之后，我再没收过他的礼物，每年重大节日都是我给他买，这次结婚纪念日也不例外。我给他买的大牌化妆品就丢在角落里，连袋子都没打开。桌上摆放着精致的礼盒，里面是一套定制的西装，还有一张银行卡。本以为这是陈曦补给我的9周年礼物，可在打开贺卡的那一刻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苏凛夜加入公司100天贺礼。陈曦的笔记一直很潦草，前段时间忽然提出要练楷书，我竟然觉得是自己多年来的劝说起了作用。翻开抽屉一看，那厚厚一沓练习纸上重复的11个字，似乎每一个字都在嘲笑我的愚蠢。我将爱惜了10年的手表丢进了垃圾桶，连同那份未拆封的化妆品一并丢了。忙活完已经12点了，知道这次他也不会回来，我洗漱完便去客房休息。没想到3更半夜的时候竟被吵醒了。刘明，我回来了！陈曦大声地喊我。以前不管多晚我都等他回来，端上洗脚水，再给他煮份宵夜。现在我一个弹射起床，在他赶到前将房门上锁。怪事，他去照顾苏凛夜通常都是彻夜不归，今天怎么3点就回来了？刘明，你没睡干嘛不理我？之前每次苏凛夜生病，陈曦便整宿照顾他不回家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出事了，电话打不通就报警了。结果陈曦好好的待在苏凛夜的家里，给他端茶倒水，我急得满头大汗，他却训斥我浪费警力。之前嫌弃我烦人，现在又嫌弃我不理他，神经！我无语的翻个身，继续睡觉。屋外，陈曦拍门声持续传来，到了后面还带着些许幽怨。我又累又饿，你别生闷气了，快给我煮点东西吃。泡脚的那个桶呢？你藏哪去了？我却懒得搭理，将被子盖在头上，翻身直接睡了过去。第2天一早，令我意外的是，陈曦居然没有去找他的小情郎，反倒是在厨房准备起了早餐。起了，喝点热粥暖暖胃。陈曦招呼我喝粥，只是脸色有些难看。我知道这是他在给我台阶下，快点吃，待会我还要去给凛夜送早餐呢。他可不像你这么斤斤计较，不仅劝我别跟你吵架，还不需要你跟他道歉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闻言，我立马放下了碗筷，原来这是为苏凛夜精心准备的营养早餐，我不过是顺带的。也是，一向冷漠的他，又怎么可能主动做早餐来讨好我？不过现在我也懒得跟他再多说什么，直接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他。
走之前先把这个签了吧。他看都没看一眼，便推了回来。合同我晚会儿才去公司，什么时候签都行。粥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说罢，他提着饭盒，兴高采烈的就要出门。我看着他急不可耐的模样，无语道：“这是离婚协议书。”他顿时停下脚步。晨曦回头，一副我终于看穿你小把戏的模样，还嘴硬说自己没有生气。我不就是答应他的求婚吗？那只是活跃一下气氛而已。何况我人都嫁给你了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满脸的无所谓。离婚吧，我成全你们的爱情。晨曦撑着腰，秀眉紧紧皱成一团。说多少遍了，我们之间只是普通上下级关系。刘明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学小年轻玩吃醋这套呢？每次闹矛盾，他都拿出这套说辞。以前我还会辩驳一二，可现在早就听腻了。我懂，普通关系。这次我没闹，他却生气了。刘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没什么，你快去给他送饭吧，让病人挨饿不好。我语气平淡，半点情绪都没有。砰！饭盒重重砸在桌上。晨曦满脸怒容，失望地盯着我看。我伺候一个病人已经很累了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能不能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？握着筷子的手一顿。我原以为自己的心早就死了，可这一刻仍旧错愕地望着他。想到苏凛叶朋友圈发的视频，里面晨曦卑躬屈膝，亲自伺候给他喂饭，那满眼的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光彩。10年相伴，却抵不过旁人百日。听着晨曦一句句呵斥，我懒得浪费口舌，一言未发。晨曦怒火中烧，最后还是怕耽误宝贵时间，才舍得停下教训，摔门而出。秘书接连给我发了10几个消息，让我去处理工作。我让他直接去找晨曦，转手向人事部递交辞呈。人事经理驳回了我的申请。刘助理，陈总说了，让你亲自去跟他谈。他不是正陪着苏凛叶吗？哪来的时间管我的闲事？我接连给他打了3、5通电话，全是无人接听。我熟练地点开苏凛叶的朋友圈，果不其然找到了晨曦的踪迹。今天苏凛叶出院了，晨曦亲自接他回公司接风洗尘。我打车赶去公司，路上同事们见了我，纷纷避之不及。刘助理要倒霉了，听说他在年会上把陈总的男朋友气病了。他不是陈总身边的红人吗？谁家红人9年都还只是个小助理啊，就你蠢！我一脚迈进电梯，心却沉到了谷底。旁人一眼都能看明白的事，偏偏就我愚蠢。我谈下数不尽的业绩，还是当了9年的小助理。苏凛叶才来3个月，连电脑都没摸熟就升主管了，爱在谁呢？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？可我却在害得自己遍体鳞伤之后，才幡然醒悟。电梯门一打开，就听到闹哄哄的一片，全是在庆贺苏凛叶出院。20出头的苏凛叶站在人群中，一个个握手。因为得到总裁的垂怜，就连他的上司都得对他点头哈腰。苏哥，你和陈总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可别忘了请我们喝喜酒。这婚礼一办，来年再生个大胖小子，苏哥你可是人生赢家呀！苏凛叶一阵脸红，直盯着晨曦看。晨曦笑而不语，像是默认了一般。我只觉得可笑。曾经有人察觉到我和晨曦之间的气氛微妙，在公司传过一点点流言蜚语。那时晨曦气得火冒三丈，将那个员工开除后，严令禁止公司乱传八卦。而自从苏凛叶到来后，这条铁规就被废除了。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听八卦，只是讨厌我。我一出现，全场寂静，大家看向我的目光
带着鄙夷和玩味，似乎想看看我这个得罪总裁的助理会落得什么下场。哟，这不是要辞职的刘助理吗？陈曦见我来了，冰冷的眼神朝我扫射而来。现在已经11点了，你迟到了2个小时，算旷工半天。我知道他这是生气了，可我哄了10年，也懒再哄了。而且我都说得那么明白了，他还死咬着不放，真当全世界都围着他转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陈曦脸色越发难看。你不是说自己能力不行吗？助理的活干不了，那就调到保洁部去工作。说自己能力不行，只是个辞职的借口罢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为公司谈了多少业务，身为总裁的陈曦能不知道吗？如今为了羞辱我，连这话都说得出口，真是有够幼稚的。苏凛叶变了脸色，拉着陈曦的手臂，假惺惺地开口道：“陈姐，这样不好吧？刘助理的业务能力很强的，其他员工也面面相觑。毕竟我为公司的付出，人尽皆知。我早就厌烦了这种无意义的争斗。摆摆手，没那个必要，赶紧签字吧。”陈曦一愣，张着嘴巴正要开口，站在他身侧的苏凛叶眼眶瞬间发红，隐隐有泪花在闪烁。说到底还是我德不配位，我这主管的位置还是让给刘助理好了。你是凭能力升上去的，我看谁敢说你闲话。陈曦安抚完苏凛叶后，以为我还在闹，不耐烦地对我吼道：“你先去保洁干着，等以后公司上市了，我给你升总管，你满意了吗？”又是以后，他画的饼，天王老子来了都吃不上，忽悠傻子呢。我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，打断道：“不好意思2位，我快要登机了，有什么话等我的到米国再说。”你去国外做什么？陈曦脸色闪过一阵错愕，他沉思片刻，才开口试探：“你是要去旅游吗？等我忙完这阵子，就陪你一起去。你不要胡闹了，公司现在在上升期，我走不开。曾经我一直想和他去旅游，去看大好河山，可他总是一盆冷水泼下，质问我风景有什么好看的。有这时间，不如去多谈几个业务。”但苏凛叶出现后，他3天2头的带他到处飞。现在苏凛叶的朋友圈里都还挂着他们旅游时拍的照片，2个人依偎在一起，笑容甜蜜。也怪不得全公司人都怀疑他们是一对，只有陈曦还在嘴硬说只是普通关系，不用了。我摇摇头，只把辞呈和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。要离开去过全新的生活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断干净。这回陈曦不肯接下了，而是质问我：9年的婚姻，你真的要放弃了吗？我眼底只有冷静。陈曦再也无法牵动我的情绪，这9年就当喂了狗。员工们震惊不已，小声议论纷纷，时不时在我和陈曦的身上打量着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。我想过无数次我们公开的画面，却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场景下，陈总和刘助理居然结婚9年了。等等，那苏主管不就成小三了吗？怪不得刘助理把戒指丢给他，他立马哮喘就复发了，还以为他是气的，原来是怕的。苏主管知3当3呢，难怪晋升得这么快。细碎的议论声传了出来。陈曦难得的没有为苏凛叶出头，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。苏凛叶等了半天，终于憋不住了：“刘哥，你别怪陈姐，年会上她只是好心想圆我一个当众表白的梦罢了。我们之间真的是清白的，清不清白的，谁还在乎呀？”我低着头看着手表，挑眉：“我很理解。”陈曦银牙紧咬，一把搂住正在道歉的苏凛叶。如果我说我们之间不清白呢？那我祝你们幸福。我一脸无所谓。刘明，陈曦委屈地喊出声：“你都不想问我些什么吗？”我满脸疲惫，
不必，我都理解，不过是不爱我而已。我花了10年的时间，终于弄明白了。晨曦迈步向我靠近，眼神中带着不敢置信。你不和我吵架吗？不骂我吗？我古怪地看着他。以前吵架说我斤斤计较的人是他，现在怪我没吵架的人又是他。陈总，别闹了，你们穿的都是情侣装，郎才女貌啊，就别为难我这个小员工了。我穿着打折买的普通西服，白衬衫都洗得发黄。苏凛叶穿着晨曦送的定制黑西装，挺拔帅气又年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打拼到现在容易吗？晨曦质问我，你舍得抛弃这些财富吗？我苦涩一笑，这10多年来，我每月只有500的生活费，吃穿用度都要找你报销，你觉得我容易吗？说起来可笑，这些年我都不敢跟朋友出去聚餐，因为我怕付不起这消费。可朋友却觉得我娶了个有钱的老婆，还对他们斤斤计较，纷纷与我断了往来，一路闯荡到最后，变成孤家寡人一个。晨曦沉默片刻，从包里掏出工资卡递给我。你工资我从来都没动用过，如果你是为了钱，那以后你的工资不用如数上交了。在他期望的目光下，我将卡推了回去。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，我要是为了钱，当初就不会和他一起打拼，甚至连股份都不要，甘愿当牛做马。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，晨曦的眼中闪过一抹慌乱，他淡了语气，是不是你爸当司机太累了？这样吧，我把他调到安保部门，工资翻倍。我母亲早逝，是父亲将我辛苦拉扯大，在大城市定居后，我便和晨曦商量着将父亲接过来住。他一直嫌弃父亲不工作，吃干饭，便擅自做主给父亲安排个司机的活。我和他大吵一架，还是父亲来劝架，说有个工作他才自在，我们2个才休战。而他在发达的第1年，就在老家给他父母买了栋豪宅，还请了好几个保姆伺候，每月都往家里打不少钱。我惭愧地低下了头。这么多年来，因为我的一再忍让，委屈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还有我的父亲。他为了不给我添麻烦，什么都没说，还给我塞钱，说我们2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可到头来，我还是辜负了他。无论我如何努力，这婚姻我还是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低着头，他们便以为我妥协了。苏凛叶对着晨曦一顿夸：“陈姐，你人真的太好了，姐夫有这么好的老婆你就知足吧。”我轻蔑一笑：“那我谢谢你，老总当久了，连晨曦都忘了，这个公司是我们2个一起建立起来的。”晨曦没看出我话中的嘲讽，还以为我同意了。他强压住喜悦的心情：“我这就去安排。”我摆手拦住了他：“以后我会照顾他，就不劳烦你了。”晨曦嘴角的笑容彻底僵住，怔怔地看着我。苏凛叶急得都快替晨曦签字了，可晨曦一直没动静，东扯西扯的浪费时间。我不想再耽误下去，不绕圈子直说了：“怎么还喜欢我？舍不得离呀？”晨曦倔强地别过头去，掩盖眼底的不安：“少自作多情了，我是怕你要分走1半财产，那公司岂不是要完蛋了？我不同意，这你放心。”我净身出户，什么都不要。有那么一刻，我猜测他是不想和我离婚，所以在故意扯皮。可我马上就否认了这个猜测。晨曦那么冷漠的一个人，这些年来除了苏凛叶，谁还能撼动他那颗铁石心肠？而面前这个女人却红了眼眶，一把夺过协议书：“我要拿去给律师看看。谁知道你有没有设下陷阱？他不爱我，又不肯放我走，那就是在找我茬了。晨曦，如果你不想签字也没有关系，那我们2年后直接走法律流程。”我转身就走。
陈曦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眼底泪花闪烁。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陈曦被我甩开，险些摔倒。苏凛叶一个箭步上去扶住了他，红着脸同我吵架。陈姐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她人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她？他护在陈曦面前，将围观的员工统统赶走，像极了英雄救美。这么好的人，我送你了。我实在是不愿意和他们再周旋下去。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刻，陈曦忽然大喊：好，我签就是了，我们去民政局离婚，先办理了离职手续，将工资结算清楚。陈曦给我多赚了10万，工资要走账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国外花销大，我没领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。陈姐，民政局我陪你一起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苏凛叶闹着要一起去，陈曦拍拍他的肩膀，语气轻柔：听话，这次不能带你一起去了，在公司等我回来。见陈曦不答应，他把目光落在我身上：姐夫，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一起去吧，路上也热闹些。陈曦没说话，闷不吭声地在前方带路。为了避嫌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的车我还是第一次坐。车上摆着他和苏凛叶的大头娃娃，一晃一晃的。陈曦坐上驾驶位，尴尬地将东西收了起来。我躲到后座，在车座夹缝里看到了一盒哮喘药。他有些尴尬地解释道：上班的时候刚好顺路，看他打车不方便，所以就带他一程了。和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我，因为他要求避嫌，所以我每次都要早起2个小时，做饭赶地铁去公司。而他为了去接苏凛叶，绕了一大圈，在他眼里也只是顺路带上。理解，这就是爱情，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？苏凛叶熟练地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坐了上去。陈曦挑眉呵斥：坐后面去。苏凛叶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：姐夫，副驾驶而已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将后座遗漏的哮喘药递给他：没事，随便坐，又不是我车。谢谢姐夫。苏凛叶笑嘻嘻的：陈姐，你的衣服洗好了，挂在我家阳台上，明天我给你送公司来。陈曦望着我急切地解释道：刘明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不小心弄脏了，所以才在他家换下的。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懂。我催促他尽快开车。陈曦咬牙，像是下狠心做了某种决定。你是看凛叶不顺眼吗？那我将他调走。苏凛叶睁大了眼睛：姐姐。陈曦立刻拿出手机，就要给秘书打电话，准备将苏凛叶调到其他城市去。这苏凛叶一着急，哮喘又复发了。陈曦下意识的就要去搀扶，眼角余光看到我，便停了下动作，狠心说道：他包里有哮喘药，你帮我拿给他吧。我悠悠地看着他：我们都要离婚了，你现在避嫌真的没必要。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，陈曦其实早就知道我们婚姻的问题在哪里，只不过他享受其中，懒得去改。一向骄傲的他低下了头颅，恳求道：刘明，你能不能不走？一时间，我仿佛看到10年前那个因为家里重男轻女而在我怀里痛哭流涕的女生。那时我会温柔地安怀她，并发誓要做她最坚强的后盾。可在这9年的婚姻里，我们早就走散了。陈曦，好聚好散吧。陈曦咬着唇不说话。苏凛叶一直在闷哼求助：陈姐，我难受。陈曦此刻早已心烦意乱，居然连苏凛叶的病都顾不上了。我让秘书送你去医院。他吓坏了，马上就好了。陈姐，吃完药后我好多了。这拙劣的表演，大家都懒得拆穿。陈曦开车的速度很缓慢，眼里流淌着怀念。说起来，我们还没好好在这个城市散步过。
你就要离开了？我挑眉，我们换个位置，我来开车吧。在这个城市留下的只有伤感的记忆，我并没有什么好留念的。苏凛叶呵呵笑道：“姐夫，你不知道吧？陈姐的车技可好了，上次露营可是她开的越野车，那速度我一个大男人都害怕。”在我的催促下，陈曦这才提了速：“你们经常一起去露营吗？”苏凛叶回答得很认真：“那倒没有，也就1周1、2次，1周也就7天。”陈曦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陪在苏凛叶身边，每次夜晚我都在沙发上枯坐一夜，等待他回家。原来那一个个不归夜里，他们都在露营，玩得很开心。陈曦将车停在路边，解释道：“还有部门其他人在，我们之间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”苏凛叶也跟着附和：“对对对，姐夫，你要相信我们纯洁的友谊。”我表情淡漠：“我相信。”还记得那些个不归夜里，我询问他的去向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骂我限制他的私生活，怪我是个没有生活乐趣的人。是啊，自从认识他后，我的人生只有他了。为了他拼命工作，学做饭，学烹饪，学任何他需要的一切，到头来被抛弃的只有我。苏凛叶说了一路的话，从他口中我了解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陈曦。她活泼开朗，风趣又大方，和我记忆中的高冷女神仿佛是2个人格。陈曦解释了一路，我却没了听的兴趣。还好，终于到了民政局，资料都填好了，陈曦还是迟迟不肯签字。她拽着我的手，哽咽落泪。我们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失去了所有的耐心。别墨迹了，为了你我付出了9年的青春，我真的累了。我将笔塞到他的手里，陈曦颤抖地签下字，眼泪大滴大滴地砸落在纸张上。因为政策改革，我们虽然签了字，但是离婚还需要1个月的冷静期。不过没关系，到时候再回来一趟便是了。终于解脱了，我难得地恢复了笑容，刚要推门而出，身后陈曦忽然抱住了我：“刘明，别推开我，让我再抱一会儿。”我没吭声，任由他的眼泪打湿我的后背。一辆的士车停在门口，我爸走下车朝我招手，陈曦跟了上去。爸，结婚9年，这还是他第1次改口。我爸摆摆手：“叫什么爸？你都和阿明离婚了，继续叫我刘叔叔就行，再不走就要赶不上飞机了。”他催促着。知道了。我决然离开，带着我爸踏上了去国外的航班。老总亲自迎接，直接空降我为总管，我也不负所托，在1个月内直接将部门营业额做到全公司第1，工资足够我们爷俩活得潇洒。父亲也没有出去工作，经常四处遛弯，享受老年生活。陈曦每天都给我发无数条消息，吵得我直接将他设置为消息免打扰。曾经我恳求他回我消息，他无动于衷，和苏凛叶打视频，聊得开心。如今我走了，他才想起来要和我分享日常，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1个月后，我西装革履再次回到国内，陈曦穿着一身艳丽的红裙来接机。她请我到家里吃饭，相比较之前的清冷，如今家里热闹多了。你以前想养只狗，我总嫌弃狗脏，如今养了1个月，才知道养狗的乐趣。白茸茸的小狗蹭着我的脚踝，木柜上摆着我们的合照，她穿着白裙，我穿的一身黑。陈曦看着这照片，笑着陷入了回忆。还记着这张照片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太穷了，我们找路人帮忙，拍下了这照片当婚纱照。曾经，我们的确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可是后来忙起来后，陈曦的性情越发的冷厉，说好的之后再补的婚礼和婚纱照，也都因为忙于工作而推掉了。我还记得这个柜子上之前摆的
都是瓷器古玩，每天都是我在擦拭灰尘。如今柜子上摆着琳琅满目的礼物。晨曦问我还有印象吗？我笑着没说话。这里是我10年来送给晨曦的礼物，每一份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晨曦背着手掏出了我丢掉的婚戒，塞到我手里。你走得太忙，戒指都忘了。我这才看到，他居然也戴上了戒指，将戒指放在柜子上。我摇摇头，我没忘，是不要了。晨曦尴尬地抠着手指，满脸的无措。你走后，我一整理才发现，你居然送了我这么多礼物，而我送你的手表，你还不小心弄丢了。不过我都帮你找回来了。他拉着我去到杂物间，里面摆满了礼物盒。晨曦将破旧的手表塞到我手里，自顾自地拆着礼盒，说着这是补给我的礼物。我将手表一丢，玻璃瞬间碎开，手表的指针摇晃几下，彻底停止了。这是我找人修了好久才修好的。晨曦惊慌失措地将手表捡起，还要去碰那满地的玻璃渣。我摇摇头，坏了的东西修不好了，就像这碎了一地的玻璃，再怎么拼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模样。晨曦不死心，将碎片都小心翼翼收好，坚定地看着我。我一定会修好的。我有些无语，要不是为了顺利离婚，我都懒得和他周旋。眼见着他又要带我回忆过往，企图修复这段早就破裂的感情，我没忍住打断他：“不是请客吃饭吗？”晨曦这才回过神来，将东西放好就去做饭。菜早就备好了，选的都是我爱吃的。结婚那么多年，他都没弄明白我爱吃什么。这回离婚了，倒是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早干嘛去了？他穿着围裙，给我递来碗筷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自从你走之后，没人给我做饭，我是外卖吃不惯，餐馆也吃不惯，只能下厨了。好的，多谢。我默默地品尝，味道还行，来点红酒。我摆手拒绝。下午去民政局办完事，我晚上的航班赶回去，工作太忙就不喝酒了。晨曦脸色一僵，坐在对面，抱着酒瓶发愣。许久，他才开口：“苏林叶被我开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打扰我们的婚姻了。”我将碗筷放下，眉头皱起。晨曦不等我说话，自顾自说着：“我已经准备放下公司，陪你去国外生活。以后我会安心做个家庭主妇，你在外工作，我在家相夫教子。”我冷冷打断他的幻想：“晨曦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我是来离婚的，不是求和的。”晨曦低着头：“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”我起身，穿上外套：“如果你不想离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我还忙着呢。”对不起，刘明，我错了。他在后面追赶我，我都和苏林叶断了往来，你为什么不能再信我一次呢？我停下脚步，看着泪眼婆娑的晨曦，我无动于衷。放过彼此吧，我不欠你的。晨曦大哭了一场，最后拗不过我，还是答应了前去离婚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拿着离婚证，我再次踏上航班，往后大概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晨曦跟在身后，泪眼婆娑，满是不舍，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我打断他：“拥抱就不必了，再见。”哦不，再也不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